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发布的最新报告，揭示了一个让人心惊肉跳的事实：中国正在重新进入集体贫穷的时代，而且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。让我们先来看这份令人窒息的数据：全中国月收入3500元以下的人口竟然超过6亿，而年薪100万以上的高收入群体仅有70万人。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在这个曾经创造过经济奇迹的国度里，贫富差距已经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地步。低收入人群占总人口的 42.8%， 约6亿人在温饱线上挣扎。中等收入人群月入5000至1万元的约 1.1 亿人勉强维持生计，而高收入群体年入100万以上的仅70万人，占比不到 0.1%， 他们掌握着令人难以想象的财富。在也仔细分析了这些数据后发现，中国最富的70万人的财富总量可能超过最穷的3亿人的总和。这种财富分配的鸿沟已经达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。更令人揪心的是，曾经被寄予厚望的中产阶级正在加速消失。根据报告显示，年收入10至15万的人群约1200万人，年收入15万以上的人群仅800万人。而在2020年，这两个数字还分别是2000万和1500万。短短几年间，中产阶级就像融化的冰雪一样在迅速蒸发。中国社会学界普遍认为，中国从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，只有一个暂时的中等收入群体。而现在，这个群体也在加速消失。从数据来看，中等收入人群正在迅速萎缩，这种现象对社会稳定性的影响不容忽视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官方统计的低收入群体数据可能还是相对保守。根据多家研究机构的分析，实际的低收入人群数量可能要比报告显示的数字高出 30% 到 50%。这种极度不平衡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埋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。让我们继续深入分析这份触目惊心的报告。中国社保学会披露，2022年个税纳税人数从 1.57 亿断崖式下跌至6512万，这意味着超过 70% 的人连缴纳个人所得税的门槛都达不到。在仅存的纳税人中， 60% 以上只能缴纳 3% 的最低档税率。这些数据清晰地展现出一个可怕的事实：大量原本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人群正在加速坠入低收入群体。回顾4年前，2020年李克强总理曾经说过一句震惊世界的实话：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仅1000元。当时这句话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。但是4年过去了，情况不但没有得到改善，反而进一步恶化。最新数据显示，到2023年底，月入2000元以下人口已经攀升到 9.64 亿，其中月入1090元的贫困人口高达6亿，占总人口比例 42.85%。而这个比例在2020年时还只有 35%。这意味着中国的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，反而在持续扩大。更令人绝望的是，资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外逃。华尔街日报最新统计数据显示，截至今年6月底，短短1年内逃离中国的资金就高达 1.8 万亿元。这个数字不仅超过了2015年房地产泡沫时期的外逃规模，更创下了近10年来的历史新高。通过深入调查，再也发现这些撤离的资金中，相当大一部分是中国的富豪们在带着财富悄悄润出去，因为他们对中国经济前景已经完全丧失信心，正在用实际行动表达他们的悲观预期。从目前的经济数据看，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体制困境，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领域的深层矛盾不断积累，却找不到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案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当前这波惊人的资金外逃潮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。
随着经济持续恶化，社会矛盾不断激化，未来可能爆发更大规模的资本撤离潮。一旦资金外逃达到临界点，将会引发灾难性的连锁反应，届时经济系统性风险将彻底爆发。多个研究机构预测，这场经济风暴可能会比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还要猛烈得多。与此同时，国内消费市场也出现了极其罕见的崩溃性现象。以航空业为例，机票价格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暴跌。最新数据显示，上海飞往国内多个热门城市的机票价格仅需100多元，杭州飞贵阳的票价更是低至250元，仅相当于正常价格的1.5折。杭州飞北京的价格跌到330元，创下历史新低，甚至一些国际航线的票价都跌破了500元。这种白菜价的机票背后，揭示出一个可怕的事实：中国的消费能力正在断崖式下跌，老百姓已经没有余钱出门旅游了，企业经营困难，导致商务出行急剧减少。就算把机票价格降到成本以下，也难以刺激起疲软的市场需求。更让人揪心的是，中国正在经历一个罕见的滞胀周期，经济增长停滞，但物价却在疯狂上涨。根据最新的物价数据，蔬菜价格环比暴涨 22.9%， 创下近年新高；猪肉价格上涨 16.2%， 导致老百姓的菜篮子越来越沉重；水果价格上涨 6.7%， 使得水果正在成为很多家庭的奢侈品。其中，青椒和西红柿的单月涨幅更是高达 45.6% 和 35.2%。这种疯狂的涨势让普通工薪阶层完全承受不起。在就业市场上，情况同样令人绝望。城镇调查失业率已经攀升到 5.1%， 创下近年新高。今年的应届毕业生人数突破1000万，创造了历史记录，但企业的用工需求却在持续萎缩。众多企业正在进行大规模裁员降薪，就连曾经高枕无忧的985、211名校毕业生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。一位人力资源专家告诉在野，现在的就业市场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还要糟糕，因为那时至少还有新兴产业在创造就业机会，而现在各个行业都在收缩。更令人心惊的是，很多企业已经发不出工资了。最新的市场调查显示，杭州未来科技城的空置率高达 33%， 连被称为5星级园区的欧美金融城空置率也突破了 20%。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写字楼租金正在普遍下跌，大量中小企业面临着严重的现金流断裂风险。著名经济学家马光远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指出，当前的经济困境已经超出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。那时我们还有强大的内需市场作为缓冲，但现在是内忧外患全面爆发。在这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中，最大的受害者无疑是普通老百姓。那些高收入群体还可以选择移民来规避风险，但6亿月入3500以下的人们却只能在水深火热中艰难求生。内需持续萎缩，失业率节节攀升，企业经营日益困难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滑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润出去。他们是在用脚投票，用行动表达对未来的悲观预期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让更多人看到中国真相。请帮忙订阅、点赞、分享、转发，咱们下期再见。